上周你说饮料宣传方案已经改了3次，今天看起来轻松多了。方案是不是有新进展了？有，方案昨天终于通过客户审核了，现在可以准备后面的宣传活动。我正想和你一起回顾一下这一个月里哪些做法真正有效。好，那就从临时工作突然增加的那天说起吧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？那天的会议上，主管批评了我的第一版，我一时不知道怎样回应。他说方案没有说清楚目标顾客是谁，只是说话人气，方案也没有说明活动结束后怎样判断宣传效果。他请我在周三下午3点前交修改版。这两个问题都很具体，你至少知道应该修改什么。可是你刚才说自己当时不知道怎样回应，那场会议还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？主管还让我完成一份竞争品牌报告，这是一项临时工作，周二下午5点前就要完成。两项工作的时间安排出现了冲突。竞争品牌报告周二下午5点截止，修改版周三下午3点前要交。你当时是不是很想马上说这两项工作来不及一起完成？是的，我很难过，也担心同事觉得我的能力不够。如果马上开口，我可能只会说工作太多了，我做不完。那你当时是怎样回应的？我先记下主管指出的2个问题和新工作的期限，然后我问他：“您下午可以给我15分钟吗？我想先整理一下2项工作的期限和顺序，再和您确认安排。”主管答应下午3点和我谈。你没有默默接受所有安排，也没有当场反驳，你只是把正式沟通安排在自己能够清楚思考的时候。对，会议结束后，我先去茶水间喝了一杯水，我又慢慢呼吸了几次，让自己逐渐平静下来。平静下来以后，你怎样整理和这两项工作有关的信息？我把一张纸分成左右2栏，左边写感受，右边写已经确定的事实。我的感受是难过和紧张，这些感受是真实的。但是和工作有关的事实只有3点。哪3点？第一，方案没有明确说明目标顾客是谁。第二，方案没有说明判断宣传效果的方法。第三，竞争品牌报告和方案修改的期限太接近。可是难过并不会马上消失，你当时还能清楚地准备下午的沟通吗？能，难过并没有消失，但我不再根据这种感受安排工作。我开始准备下午要和主管说的事情。所以恢复平静只是第一步，下午那15分钟，你还是需要把两项工作的安排谈清楚。对，我没有从自己的难过说起，而是先确认方案的修改标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主动提供信息和建议，与主管一起安排工作的做法叫向上管理。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下属要去管理主管，你说的管理不是命令主管吧？当然不是，这里的管理是主动提供清楚的信息和建议，让自己和主管一起把工作安排好。那天下午，我先确认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修改标准。我先说关于宣传方案，我的理解是修改版需要补充2点：第一，根据数据说明目标顾客是谁；第二，说明判断宣传效果的方法。我的理解是否正确？主管同意你的理解吗？同意。他还提醒我，目标顾客不能只根据感觉来确定，而要有数据支持。确认修改标准以后，我才说明2项工作的期限发生了冲突。这一次你没有只说来不及，对吧？对，我先说明修改方案需要小陈提供2类数据，一类是过去2次活动的顾客数据，另一类是这周最新的调查数据。然后我提出，我先在周二下午5点前完成竞争品牌报告。等小陈提供已经核对过可以使用的数据后，我在周四中午前完成方案修改。这样安排是否合适？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再调整。你提出了建议，也给主管留下了调整的空间。主管接受了这个建议。竞争品牌报告的截止时间不变，宣传方案的提交时间改到周四中午。我又复述了一次，确认自己没有记错。你没有代替主管做决定，
只是先完成了自己能做的分析。对，如果我不知道哪一项更重要，我会先询问主管。这一次，我已经知道2项工作的期限，也知道修改方案需要哪些数据，所以先提出安排，再请他确认。这样，我也没有让主管替我考虑所有问题。我不是为了讨好主管，而是希望他能根据完整的信息及时做出决定。提交宣传方案的时间调整到周四。接下来最可能影响进度的是小陈能不能按时提供核对过的数据。所以我马上联系小陈，我请他先把过去2次活动的顾客数据发给我，并确认这些数据已经核对过，可以使用。他还要告诉我这周最新的调查数据是否已经核对完。我们约好周二上午11点一起检查进展。幸好你们没有等到周四才检查。是的，周二上午，小陈告诉我，他还没来得及核对最新一组调查数据。如果继续等待，提交方案修改版的时间就可能延后。原来的安排已经确认，但现在最新数据还没有核对完。这个情况确实应该尽快告诉主管。我马上给主管发消息，竞争品牌报告会按时完成。过去2次活动的顾客数据已经核对过，可以使用，但最新数据还没有核对完。我建议先用已经核对过的数据完成修改版，不等待最新数据。您是否同意？这条消息比可能做不完更有用，主管马上就能看出他需要决定什么。他同意了我的建议。他还说，最新数据核对完成以后，可以再补充到方案中，不要因为等待它而影响当前进度。这次虽然没有耽误工作，但主管是在风险出现以后才知道情况。我不希望以后每次都等到出现风险时才说明进展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会在每周二和周四各发一条简短的进展消息。我只写4项内容：已经完成什么，接下来做什么，目前有什么风险，以及哪件事需要主管确认。每周发2次，会不会给主管增加负担？不会因为每条消息都很短，主管不必一直问我现在做到哪里了。如果工作顺序需要调整，他也可以更早告诉我。关键是说明真正的进展，而不是只说我今天很忙。这样，你们单独沟通时就不必一直解释项目进度了。确实如此，我们有了时间讨论下一步工作。我也第一次主动告诉主管自己想提高顾客分析能力。我对主管说，这次修改方案时，我发现自己还需要提高顾客分析能力。后续修改这份宣传方案时，我希望先负责分析其中一类目标顾客。您可以告诉我，这项工作需要达到什么标准吗？你才进入市场部3个月，主管愿意让你独立负责吗？愿意，但他没有马上让我负责全部顾客分析工作。主管让我先对其中一类目标顾客进行初步分析。我需要说明数据来源、顾客的实际需要和自己的判断理由。他还安排一位资深同事在周五检查我的第一版。主管先给你一项具体任务，又安排同事提供反馈，这样项目风险也比较小。是的，我独立完成了对其中一类目标顾客的初步分析。资深同事指出了2处需要调整的地方。我完成修改后，方案昨天通过了客户审核。下一次宣传时，我会继续负责这项工作。从一开始被批评到昨天方案通过审核，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主管后来还是会指出我的问题，这一点没有变。真正的变化是，现在我会先确认标准，再准备一个可行的方案。遇到临时工作时，我会说明自己正在做哪些工作，以及每项工作的期限，再提出一个可行的工作顺序，请主管确认。平时我也会定期向主管说明工作进展，并说明自己需要哪些支持。批评不再只是一次不舒服的经历，而是帮助我改进工作的信息。听起来向上管理不是让主管一直同意你，而是让主管和你都获得需要的信息，也把重要的工作安排确认清楚。是的，这样我对团队的价值就不只在于自己完成了多少工作，我还能帮助大家更早了解目标、分工和重要变化，及时调整安排。方案通过客户审核，
说明这套沟通方法确实帮助你改进了工作。是的，这个结果比我当场辩解更能说明我已经改进了工作方法。希望你下一次的顾客分析也顺利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